大家好，我是牛奶。如果喜欢牛奶的视频，记得点赞订阅哟。离开后的萧炎在一片山脉之中寻了一处隐秘的庇护所，取出地妖魁抢来的纳戒，就直接抹掉了沈云的灵魂印记。纳戒之中有一诡异的卷轴，萧炎十分谨慎地让地妖魁打开。卷轴刚刚打开，地妖魁就被一道足有大腿粗壮的雷电劈飞了。萧炎感叹道：若是自己毫无防备地打开，怕是不死也得残。该卷轴承载的正是3000雷幻身。该斗技虽说是地阶高级，实际却堪比天阶，因为该斗技一旦修成，就能凝雷幻身，而雷幻身实力与本体相仿，本体不死，幻身不灭。只是3000雷幻身的修炼异常困难，条件之一便是得将3000雷动修炼至最高境界。要知道，这么多年之中，放眼整个凤雷阁，能够修炼成功者也是寥寥无几。萧炎看到这为他量身而定制的斗技，高兴坏了，眼眸一闭，灵魂之力便是直接侵入了银色卷轴。卷轴内是一极为庞大的银色雷池，薄面上有一些雷光字体，字体并不多，而且毫无规律。萧炎意识到这只是3000雷幻身的一部分后，很是失望的将意识退出了卷轴，随后开始准备清理掉体内的印记。然而心神在体内扫过一圈后，萧炎并没有发现印记，直到萧炎使用琉璃莲心火一寸一寸的检查经脉，才发现了印记所在。萧炎计划先将血泪印记化解，再换个安全的地方服用黄芪丹提升实力。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，萧炎刚把印记炼化，沈云和洪天笑就带人追了过来。因为萧炎已经将印记炼化，沈云只知道萧炎的大致方位，洪天笑知晓后怒声道：你不是对你的血泪印记很有信心吗？早知道这样，老夫当时就直接追他了。沈云皱了皱眉，很是不耐烦的道：吼什么吼，你去追？哼，你若不是忌惮那小子手中的傀儡，我早追上去了。被说中的洪天笑很是羞恼，梗着脖子道：你放屁，老夫会怕那小子的傀儡？那等寻到他的时候，由你去对付那傀儡。沈云冷笑了一声，旋即一挥手沉声道：在洪天笑等人搜索萧炎时，后方的一处隐秘丛林中，2道人影悄悄地出现。来人正是韩雪及其太爷爷。韩雪担心萧炎的人身安全，希望太爷爷能在不暴露身份的情况下尽量护住萧炎。太爷爷正想说话时，萧炎就和沈云、洪天笑对上了。沈云二人很是自信，这次一定能拿下萧炎，甚至开始分配由洪天笑对战傀儡，沈云对战萧炎。至于带来的强者，则将附近围起来。在他们看来，萧炎就是一只垂死挣扎的老鼠，殊不知萧炎才是猫，因为天火尊者醒了，借用了天火尊者力量的萧炎实力直接飙升至8星斗宗，就连眼睛也变成了银白色。沈云根本不信萧炎能在瞬间达到如此实力，非要去试试是真是假，结果只一招他就被震得气血翻涌。沈云深知这种秘法根本不可能长久使用，于是他发出撤退信号，准备等萧炎的虚弱期。萧炎怎么可能让他跑了？蕴含着空间之力的一拳直接将沈云捶得鲜血狂喷。沈云又惊又惧地大声叫道：萧炎，你杀了我，凤雷阁不会放过你的。萧炎微微一笑道：不杀你，怕他们也一样不会放过我。你究竟要怎么样才肯放过我？只要你说出条。话还没说完，沈云就将几颗拳头大小的银色珠体扔下萧炎，然后身形暴退，迅速地窜进森林之中。然而还没等他喘口气，就又被萧炎一记鞭腿扫到了头上。胡啸天看着毫无还手之力的沈云，果断决定掉头逃跑。从泥坑里爬出来的沈云十分怨毒地看着萧炎道：小杂种，想要杀老夫，那老夫便拖着你一起死。语毕，沈云的身体瞬间像被吹大的皮球。萧炎见他要自爆，立马借助天火尊者的力量使出空间封锁。空间囚牢刚刚成型，那沈云的身体就爆开了。4星斗宗强者的自爆是十分恐怖的，空间囚牢没撑一会儿就碎裂了，自爆的余波直接毁掉了一片山脉。能量风暴缓缓消散时，萧炎来到了先前沈云自爆的地方，从一棵枯木中揪出了沈云藏匿起来的一丝灵魂。灵魂被困住，沈云慌了呀，疯狂求饶。然而萧炎又不傻，怎么可能放过他？随着砰的一声响，沈云的灵魂化为点点光斑，彻底消散了。山峰之上，白衣老者突然轻叹了一声道：心思缜密，对敌人不留丝毫退路，此子非常人啊。韩雪很是疑惑，自家眼界颇高的太爷爷为什么对萧炎评价极高？正准备开口，一道淡淡的笑声突然在山峰上响起：老先生过奖了，只是不想让一些麻烦再度跟来罢了。看到突然出现的萧炎，韩雪十分欢喜，白衣老者也是笑了笑，脚步却是不着痕迹的前移半步，将韩雪护在身后。不是白衣老者多心，毕竟他们属于目击证人。萧炎绝非善人，为了不让消息流出，杀人灭口不是不可能的。萧炎很敏锐地捕捉到白衣老者的小动作，当下轻笑道：老先生不用如此警惕，萧炎不是什么嗜杀之人，而且雪儿小姐对我有些恩情，恩将仇报之事在下可是做不出来。被戳破小心思的老者有些尴尬，但身形还是很坚定，只抱拳道：老夫韩非，今日之事我们不会外传，但想必洪天笑定然会公布而出，到时候你就要小心风雷阁了。萧炎点了点头，抱拳回礼道：多谢韩先生告诫。韩非见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，当下表示就此离开。萧炎没有异议，韩雪见要走，轻声对萧炎道：你小心风雷阁，最好还是早日离开中州北域。萧炎一笑道：你也保重。韩非二人离开后，萧炎觉得是时候服用黄芪丹了。8天后，
借丹药之力，萧炎一举突破至9星斗皇。此时的萧炎还不知道，在他闭关期间，风雷北阁已经在满世界找人了。直到萧炎准备找个有空间虫洞的城市离开这里时，他才知道风雷北阁不仅发布了通缉令，还将韩家的人也软禁了起来。对于风雷北阁的无耻行径，萧炎很是愤怒，这是阳谋。但凡有点脑子的人都知道，现在的天北城已经成了一个陷阱，就等着萧炎去跳。但萧炎还真就得跳这个陷阱，因为他做不到袖手旁观。天火尊者平生最看不起连累朋友，最后却畏首畏尾的人，萧炎很是对他的胃口，便对萧炎承诺道：放心，有老夫在，只要不是遇见斗宗巅峰强者，保你无事。另一边，天北城韩家的人确实有多数觉得萧炎不会来，毕竟在他们看来，只要不是头脑发昏之人，清醒下恐怕没有多少人有这胆量来闯这龙盘虎穴。即便那位叫做萧炎的青年在当日的天石台上给予了他们极大的震撼，然而他们注定是要被打脸的。好了，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喽，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给牛奶点个赞吧。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。感谢您的耐心观看，拜拜，下期再见。